我今天是来这个日本的乡下社区找我的一个老乡，也是一个朋友。他来日本比我晚，我来日本已经有4年了。他是2024年底来的，他到现在差不多也快有2年了。今天呢，我就用我们的实际体验来跟大家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：外国人到底能不能融入日本的这个社会？我们就从搬来这种日本的乡下社区的一个礼节来说起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外国人，尤其是中国人来到日本定居之后，他并不是说礼节做得不够好，而是好的太过了。我就拿我这个朋友举例，他刚刚搬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因为他跟我是老乡嘛，他就问我，我看日剧的时候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要给邻居送礼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讲究？我说，是的，就是给邻居打一个招呼嘛，礼物也不要买太贵，买个2000日元以内的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什么寓意呢？就是我是一个新邻居，我来这个地方定居了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而且日本人他一般还会回礼。你送礼物的时候呢，以吃的为主，什么蛋糕啊、饼干啊，或者是一些茶叶啊，这些都可以。然后邻居一般回礼就会回一些洗洁精、洗衣液、毛巾这些之类的，其表达的意思就是送你一些生活用品，然后祝你在这里新的生活愉快。结果我这个朋友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就买了3000多一份的那个蛋糕礼盒，而且他买了100多份。就怎么说呢？就是你能想象吗？就是他住在2丁目，然后他送礼他已经送到3丁目去了。就你能想象，就是3丁目的那个日本人收到他礼物时候的那个诧异。你看来我给你演一下啊，你好，你是新邻居啊？你住哪儿啊？2丁目啊，是太讲客气了。其实像这种一户建，你就送你前后左右3到5栋也就可以了，远了也没有必要。他才来的时候，我陪他出去买家具也是，隔着大老远的一个日本人从旁边走过去，然后他跟人打招呼，我还有个在马斯，当然人家也跟他回了一个但是我就很诧异，我就说你认识吗？这么大老远就跟人打招呼？因为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公园里面碰到了，然后就互相打一个招呼，并不是说这个社区里面碰到谁都要打个招呼，没有那个必要。就是礼貌方面你做的太过了也不好，人家也会觉得你是个很奇怪的人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日常的一些礼节上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和邻居的相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要说能不能一起玩，能不能融进去，那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能不能玩到一起去，主要还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比方说我们有一个玩气枪的那个小团体，这个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爱好，所以我们哪个国家的人都有，韩国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，甚至还有个印度的大哥，都是有互相交换联系方式的。国籍不同，虽然一开始它是一个障碍，但是真正玩进去了以后，这个障碍其实是看不到的。甚至里面有一个日本朋友，他和我的关系是更好一点的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会汉语，而且他汉语说的还不错。他以前是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，然后有一次他就问我，他说你玩烟雨16州吗？我说我玩啊，因为我正好玩这个游戏嘛，我就跟他聊到一起去了。我甚至还把他拉过来和我一起玩国服，因为国服有一个赚钱的东西是外服没有的，而且版本也比较新。最搞笑的是，我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，队伍里面还有人说你他妈装大佐说话装得好像啊。但是其实最后我们一解释，也没有想象中的不愉快发生，因为大部分的偏见往往来自于误解。你讨厌日本人，那是因为你一个都不认识，你一个都没见过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日本旅行了之后回去就马上改观了呢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没有那么复杂，有共同的爱好，人品没有问题，说话也不讨人厌的话，你说人家排挤你干什么呢？对吧？我来我朋友家是和他一起玩博德之门的。然后晚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，我们准备去逛一逛。我跟他说你这个社区很漂亮，我到处拍一拍逛一逛，然后我去探一个店。然后他说好，你拍完了赶紧过来，咱还打游戏呢。就是这个店，这个店是社区里面的一个小餐厅，它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户建，然后1楼作为一个餐厅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他这个店离我朋友家不远，然后走过来也就是10分钟。因为我问我朋友我们中午吃什么的，他说炒面吧，然后我不想吃炒面。好嘞，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这家店也是2个姐妹经营的，提供是咖啡和一些简单的餐食。整个店铺不大，就只有这么大。这个是店里的厨房，并不是特别专业的厨师设备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用厨房。而这家店开业到今天是整整12年。12年对于普通的日本店铺来说，它的时间不算长，但是也很久了。这是给客人准备的午餐，然后这些呢就是他们的咖啡用具，感觉更像是坐在人家的家里吃饭一样。
然后这个是店主给我推荐的，这个是个很有特色的，它是一个桃子的那个小吃。这个是桃肉，然后这个是桃子沙拉，这个是咸酸辣。来试试。这个是店主改良的一种稻荷寿司。其实这个是要一口吃掉的。然后这个第二个是一整块桃子肉，第三个上面铺的是豆腐，然后上面有一些桃子酱。老实说，他家的这个东西做的是很精致的，挺好吃，就是分量确实很小。一般来说，不再加一个蛋糕来点甜品的话，肯定是不够的。然后这个是我的甜品，上面是2个冰淇淋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小蛋糕，上面搭配的是香蕉和浇了糖浆的香草。这个是香蕉，它是把香蕉烤成这个样子。下边那一层是芝士蛋糕，因为是个小糍粑，所以它做的很精致，味道也挺好。这咖啡是真够味，好喝。咖啡是深烘的豆子，然后没有烟熏味，味道挺不错的。那这家推荐这个咖啡推荐很好，这个咖啡味道不错。好，走了。这是店主画的我的头像，吃了1800，大家觉得贵吗？一个小吃，一个咖啡加一个冰淇淋，总共1800，大家觉得贵吗？拜拜。我接着带大家在这个社区里面再来逛一逛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刚才一个话题聊啊，就日本这个国家，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注重礼节的一个国家，这一点确实是在很多地方，比如人际交往上，有过来日本旅行的网友呢，肯定就深有体会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够走到一个极端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就你讲礼节，但是也要有一个度，你过了这个度呢，人家也会觉得很奇怪。比方说有一个看我节目的网友，然后他给我提意见，他说你很没礼貌。我听他这么一说，我顿时很紧张，我就怎么了？他说你啊，你每次和店主打完招呼了之后呢，你就背对着他们，然后说拜拜就走了。你这样不好，你应该正面对着他们，然后倒退走出去。我说啊，有道理，我应该再加一句渣，如此告退。你说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？这个是真事啊，就他的评论我现在还没删。就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过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没有必要。就是如果你真的做到这种程度的话，那人家跟你相处其实也不舒服，就是不够自然，知道吧？我朋友买这个社区的时候，他是很会选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普遍的一个房价，而且环境大家也看到了，他们这个社区还有一个湖，这个湖是真的挺好看的。这个社区在山田市，但他家出了社区就有一个奥特莱斯，然后他在这边开了一个卖饺子的店。就是日本虽然也有很多卖饺子的，但是日本的饺子都是那种皮比较薄的，而且日本的饺子一般就是煎饺，你煮来吃的话是不好吃的。但他卖的是那种中国北方的那种厚皮的那种饺子，他自己手工做的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其实他也不完全是手工做，他买了一个机器，我这个就跟他露底了，这回头他会捶我。他12个饺子，然后在这边是卖40人民币。900日元是一盒，然后里面带一袋那个蘸料。他一开始还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会不会卖不出去啊？就日本的超市里面好多饺子卖，结果他那个生意是异常的好，而且基本上买的都是日本人，很多人还怕买不到了，还在那个赖上面跟他订货。他家刚刚开业的时候是排起了长队，就很夸张，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买。不过他用的那些材料啊，还有他那个馅料确实是做的不错，虽然并不是真的纯手工。就他当时为什么会有一个卖饺子的想法呢？就他们是吃了日本超市的那种饺子，就说这个不好吃，即便是有水饺，他那个煮出来的馅也不行。然后他还不是北方人，他和他老婆都是武汉人，所以说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饺子该怎么包吧。就去买了一个中国产的那个包饺子的机器。就你听的没错啊，就他整个包饺子的过程是机器去包的，他只负责馅料，他就把那个馅料调得好吃。然后又做了好几种不同口味的蘸料包，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个思路。
你只要肯动脑子，肯用心，是吧？你这个生意就一定能够做得成。他现在每个月靠这个饺子店能够赚70-80万日元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打算，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项目了。就你来日本，你不是不知道做什么生意吗？对吧？那么你就可以卖我这个饺子。不过当然，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乡下，它没有人和它竞争。山田总共就只有15万人口，就是做他这种饺子店的，这里没有第二家。我本来是准备去他的店里面拍一下的，但我朋友呢，他有一些顾虑，包括我拍这个节目也是，他也是不愿意出镜，他就只是想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生活，所以这个呢，我就尊重他。他这个社区上面有一个凉亭，我上去给大家拍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就去他家打游戏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非常安静的一个小镇的一个社区。我们住这种地方呢，就是不是图大富大贵，就只是要一个安静、没有人打扰的生活。好了，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是下午5点40，在我朋友家玩了一下午的游戏，然后我们现在呢准备去奥特莱斯逛一下。然后我朋友他不愿意出镜，我就让他先骑个车先过去，我就慢慢走过去给大家拍一下。因为我来他家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房子真的是特别好看，就是这个角落里面的。这个在日本它是真的不常见，它是用原木盖的一个屋子，而且这个风格也是很粗犷，我估计这个造价是不便宜，真的是挺好看的，很有特色的一个房子。这边一些其他的风格的房子也挺好看。我朋友的那个屋子，他当时买的时候是2800万，算是一个豪宅，他还挺会买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木屋，这个小木屋也是挺好看的，有布置。就这个设计我也是很喜欢，因为我本人自己也是建筑师。它这个社区它不缺商业，它旁边就是一个奥特莱斯。然后我那个朋友还跟我凡尔赛，我们不能休息，我们提前一天做饺子，第二天卖，只能够提前一天，放久了不新鲜的。我们要想去哪玩的话，第二天就只能停一天生意。这现在谁不是这样的？但是我说实话，他这个状态很好。他就没有说我要去哪玩，然后提前一天做好几天的饺子，反正总是放冷藏柜嘛，是吧？他就不这么做，他就只是提前一天。这也是整个日本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决定的，它不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市场。没人规定我不能够提前一天做好2天的饺子，但是我就是要做一个新鲜的。所以这也其实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在这里我就老老实实做生意。我不坑蒙拐骗，我就能够赚到我自己该赚的钱。其实昨天我在做这个节目的预告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网友就说我在他对面开一个饺子店，然后跟他打价格战。当然我知道他这个是开玩笑的，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家可以不聊你，你打价格战，你的品质肯定就不如他。能够来买你的呢，就肯定是图便宜的客户。然后他再把饺子一升级，他用和流做更高档的饺子，他跟你就把客户的群体分开了。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卷的价格你又赚的不多，国情不同，它的商业氛围也不同。你那一套打价格战的商业逻辑是换一个国家行不通的，你卷不死他，你把自己搞得没什么利润。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日本有卖1200一碗的拉面，也有卖800一碗的，但是你看1200一碗的，它的生意很差吗？不一样，有很多人去吃嘛。这个对面过去就是永旺，然后连着这个永旺的它就是奥特莱斯。其实永旺超市在日本也是这样一个商业逻辑，业务超市卖东西便宜，我永旺卖的贵，但是你看我的生意也不比你的差。我现在去吃一个饭，那就去奥特莱斯和我朋友会合了。这个永旺它一进来的地方，它是很多吃饭的店，你看它这个什么镰仓，然后这边全都是吃的，所以他住的这个社区它真的是不缺商业。其实我现在不赶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吃这些。但是我朋友现在在等我，所以我要吃一个速度快一点。他在过来的时候，他在路上顺便买了一个麦当劳，然后我就不想吃麦当劳了。这个猪排饭其实也可以，我之前也吃过。然后这边是炸天妇罗的店，这个也是之前在他家的时候吃过，但这些等的时间都很长，所以我就干脆上楼，然后到上面去吃，上面有快的。我就去前面吃一个韩式拌饭，就吃这个就好了，这个来的挺快的。它这个韩式拌饭到了日本之后也起了变化，它上面给了好多葱。说实话，它这个葱的味道还是挺重的。
然后它这个地方有意思，就是你吃完了之后，你还自己把桌子给擦一下。它这里有这个抹布。我朋友住的就是对面的那个社区，从这里看都能看得到，就这么近。从永旺的这个桥上面走过去，它对面就是奥特莱斯。奥特莱斯是一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，它里面有很多卖奢侈品的店。然后从这边看过去也是可以看到它那个社区的，就这么近。来这里购物的人其实真不少，只不过说今天它不是周末。一旦到了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，它这个奥特莱斯是人挤人，很多从神户、从大阪、从尼崎、从姬路各个地方来的人，都会到这里来逛。但是它平时就是这样一个景象，就里面没什么人。然后这个就是园区里面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我现在要去和我的朋友会合。如果你喜欢看的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